第324章领取奖励。走出走廊，萧炎却是刚好碰见早已等待在此的奥托等人，几人笑谈了几句，期间雪妹倒是插了几句话，那看向萧炎的目光略微有些奇异，而林飞则是期期爱爱的不敢怎么说话，每当萧炎目光射过来，他都会有些脸红。显然先前萧炎的表现将这个一向风风火火的女孩着实震慑了一遍，而且原本心中的偶像柳玲也是悄悄崩塌了下去，取而代之的却是那个安静单薄的青年背影。和雪妹几人没谈多久，奥托便是强行终止了他们的谈话，然后将萧炎带出广场，然后快速的回到公会，给他安排了一处安静的静室，让得他先调养一下，因为萧炎那苍白的脸色实在是虚弱的有些吓人。望着那被关上的房门，萧炎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看了一眼手中那被奥托塞过来的绿色丹药，从丹药的色泽上看来，至少也是3品等级。看来这一次萧炎的获胜的确是让的奥托极为欢喜，这种级别的丹药对他来说也能算作珍贵了，如今却是随手递了过来。盘坐在柔软的床榻之上，萧炎将手中的丹药塞进嘴中，感受到那股在体内迅速化开的精纯能量，缓缓闭目，开始调养自己的精神。虽然先前一直强撑着，可这一次的考核的确是已经耗费了萧炎的所有精力，3种火焰的转换所需要消耗的灵魂力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了，若非是先前状态极好，恐怕3次火焰还未转换完毕，萧炎就得因为灵魂力量耗竭而昏迷了。调养的时间一晃便是5个多小时，当萧炎从修炼中苏醒过来时，瞟了一眼虚掩的窗外，却是发现原本高悬的太阳竟然已经即将落下地平线，温暖的空气也是逐渐变得冷了下来。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揉了揉额头，感受着那从脑海中褪去的疲惫与昏沉之感，略微有些诧异。原本他以为想要恢复大半精力至少需要1天时间，没想到这才5个小时便是将近完全恢复，想来应该是奥托所给的那枚丹药的缘故吧。双掌撑在床榻上，微微一用力，萧炎的身体闪跃而出，然后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轻拍了拍手，对自己的恢复速度颇感满意。嘎吱，在萧炎下床后不久，房门忽然被轻轻推开，萧炎抬头一望，却是瞧见一个身穿炼药师学徒袍服的清秀少女正端着一盆清水，小心翼翼地走近。炎萧先生，奥托大师吩咐我在这里照顾您。少女年龄或许才不过14、15左右，身姿娇小，不过紧身的袍服却依然是将那纤细的小腰与略微有些鼓鼓的小胸脯给勒显了出来，虽然青涩，可却别有味道。此时的她清秀白皙的小脸上略微有些羞涩的绯红，而那盯着萧炎的明亮大眼睛中却是闪烁着一股炽热。先前偷着空，他也悄悄出去看了大会的比赛，而萧炎击败严厉，力挽狂澜地扭转了整个大会的最终局面，自然也是被他清楚地瞧见。在这种年纪的少女心中，萧炎无疑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以及偶像，即使那张以前看上去很是平凡的面孔，现在看来也是充满了魅力。先前忽然被奥托叫来守着这里，少女心中还小小的雀跃了一番，特别是想起几个伙伴那羡慕的目光，少女大眼睛中的火热更是再度升温。被一个少女这般火热地盯着，萧炎干咳了一声，将后者惊醒过来后，微笑着接过水盆，谢谢了，还是我自己来吧。哦，虽然心中略微有些惋惜，可少女却是不敢拒绝，乖乖地将水盆交过去，然后站在一旁，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萧炎。被人盯着洗漱的确很不自在，所以萧炎胡乱地在脸上抹了几把，便是有些无奈地问道：小姑娘，我叫雪儿。少女脸红红的道，苦笑了一声，萧炎只得道：雪儿小姐，能带我去见砝码会长吗？请跟我来。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心满意足的少女方才转身上前带路。出了房间，萧炎紧跟在少女身后，周围偶尔路过的工会炼药师都是会停步对着前者露出和善的笑容，有时候楼梯拥挤处，大多炼药师还会主动地让开道路，而被如此客气的对待，倒是让的萧炎有些不自在了。炎萧先生，您的面子真大，平日里他们见到我们可都是板着脸呢，哪还会让路。再次走过一条走廊，前面的少女
忍不住地轻笑道。对于少女这有些俏皮的话，萧炎笑了笑，世界都是现实的，尊敬与敬畏永远都是留给有实力的人享受。这在以前他来炼药师公会不一样，没这种待遇吗？跟着少女转过几条走廊，最后终于是在一处宽敞的房间之外停了下来。少女低声道：这里便是会长的书房了，他现在应该还在里面，您自己进去吧，炎萧先生。多谢雪儿小姐了。萧炎点了点头，笑道：不用。甜甜的一笑，少女转身走了几步，忽然转身笑盈盈的道：炎萧先生，今天您真的好帅，嘻嘻，再见。望着那双手附在身后，犹如小鹿一般蹦跳着消失在走廊尽头处的少女，萧炎愣了愣，旋即失笑地摇了摇头。看来这次的大会还真的为他凝聚了不少人气呢，竟然连这副平凡面容都会让那小姑娘动春心，只是可惜这个身份名字却是假的。收回目光与思绪，萧炎轻敲了敲房门，待得里面传来砝码的声音后，方才推门而入。进入房间，那房中的书桌旁，砝码、海波东与家老三人正坐于其上，瞧得萧炎皆是不由得对着他投去笑容。小家伙，恭喜了呀！望着进来的萧炎，砝码三人对着他笑着拱手道：你们就别寒碜我了。萧炎缓步上前，苦笑道：这次可差点是要了小命。呵呵。砝码轻笑了笑，也不再说废话，手掌在那戒之上抚过，旋即一卷紫银色的卷轴出现在了掌心中，手掌缓缓抚摸着卷身，微笑道：有付出自然是有收获，这便是6品丹药融灵丹的药方，小家伙，从此以后它便归你了。说着，砝码屈指轻弹在卷身之上，卷轴化为一道银色影子飞射向萧炎。有些激动地接过卷轴，萧炎忍不住地上下把玩了一下，卷轴呈紫银两色，握上去略微有些冰凉的感觉，在光洁的卷轴表面上还绘制着一些繁复的纹路以及古朴的印记，看上去有种唯美的感觉。小心翼翼地握着卷轴，萧炎缓缓地将之拆开，粗略地看了一下卷轴上所写的信息，发现其上所写与当初奥托所说无异之色，方才在心中松了一口气。我劝你最好现在不要用灵魂力量阅读里面的药方，不然的话你会当场昏迷过去。6品药方，就算是我在阅读之后也好头脑昏沉好一段时间。望着萧炎那激动的模样，砝码笑着提醒道：呵呵，知道。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将融灵丹药方谨慎地收进那戒中，抬头却是瞧着砝码将一块紫色金属牌递了过来，不由得有些疑惑。这是公会荣誉长老的令牌，也是冠军的一种奖励，你拿着这令牌可以在加玛帝国任何地方的分会处得到帮助。砝码笑了笑道：我知道你不喜欢被什么职位约束，这所谓的荣誉长老也并不需要你付出什么，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只要你想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调遣，包括我。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这才顺手将令牌接了过来。好了，小家伙，奖励也到手了，接下来你可以在公会或者帝都逛逛，虽然大会已经结束，可帝都确实还会热闹好一段时间，现在的你也是一个大名人了，走出去想认识你的人恐怕都得排队了，哈哈。砝码打趣道。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扫过三人，忽然道：你们打算去干嘛了？呵呵。海波东笑了笑，与砝码两人对视了一眼，笑盈盈的道：接下来打算去找那位严厉朋友谈谈违背大会规矩的代价。可怜的家伙，注定回不去了。摊了摊手，萧炎可不认为那个严厉能够在砝码三人手中逃出升天。既然你们有事，那我也就不拖延你们了，我也正好有些事还要办，告辞了。对着三人拱了拱手，萧炎不再停留，转身便是行出了房间。呵呵，走吧，这2日我被那家伙气得挺窝火的，现在是该还账了。望着萧炎消失的背影，砝码从椅子上站起，冷笑道。海波东笑了笑，站起身来，三人对视了一眼，身体颤抖间，狂风猛然在房间内刮起，吹起漫天树叶哗哗作响，待得落下来之时，房间中的三人已然消失了踪迹。